這是一段曾被日本刻意遮掩的歷史。1894年的深秋，北洋海防重镇旅順失陷了，占領海岸炮台的日軍先头部队，用中国士兵的鮮血在白布上描畫，用人血染成的太陽旗，在海風中格外刺眼。日軍進入旅順城区以後，見人就殺，不分男女老幼，前後大概4天3夜，共計屠殺中國兵民2萬多人，將旅順變成了一座愁雲慘淡的死城。當時的美國有報刊刊登了這樣一條評論，說日本是披着文明外皮而帶着野蠻筋骨的怪獸，日本今天已經摘下了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蠻的真面目。這是一起足以讓世人聯想到後來南京大屠殺的慘烈事件。可是根據日本學者的反饋，今天的日本不單官方遮遮掩掩，就連很多教歷史的老師也根本不知道這碼事。短短幾天，一座城市被戰火摧毀，無數平民的生命被秩序和混亂交錯的暴力撕成碎片。究竟是誰下了命令？誰應該承擔這個戰爭責任？到底有多少人死在了戰場之外？只要是戰爭，就避免不了傷亡。我不想刻意的渲染仇恨，只是描述一段真實的歷史。今天這期節目主要參考的有當時目擊者的記錄、中日雙方的官方檔案，以及西方媒體，尤其是戰地記者的有關報道。本片的第一部分，讓我們從旅順的海防歷史說起；第二部分呢，還原旅順攻防和淪陷的過程；第三部分，我們要直視那场被稱為旅順大屠殺的現场，檢視證據，分辨事實演說。下面呢，就讓我們從旅順的海岸線開始，回到1894年那個秋天。辽東半島的旅順港曾經被西方人稱為亞瑟港，又被叫做遠東直布羅陀。旅順真正被作為軍事重鎮是從明朝開始的。明朝洪武4年，朱元璋的時代，由於倭寇屢屢进犯辽東金州，明朝開始重視海防，加強辽東海防建設，阻止倭寇東入。明朝的旅順一直都隸屬於金州衛。這個金州衛呢，領軍5600人，下轄6個千戶所。洪武20年，金州衛設置中佐所，中佐所的治所就在今天的旅順。到了清朝以後呢，順治初年，清廷從山東調派了10艘戰船鎮守旅順。這時候呢，還只是非常簡單的水師鎮守，還沒有形成水師營的規模。康熙54年，旅順水師營正式創建了，並且開始出海巡哨。從旅順口到鴨綠江口以及興城菊花島，每年春秋2次。趙爾巽等人撰寫的《清史稿》記載說旅順水師營在創立之初還能夠發揮緝捕海盜、保護海疆的作用，只6、7年的光景就已經出現衰敗的跡象。雍正年間曾經有過調整，從福建調人到遼東進行教練，可惜杯水車薪。這個時候不單單旅順水師營已經不能完成任務，全國各地的水師營都在走向衰落，各個省份修船造船的大都中饱私囊，层层盘剥。到乾隆年间就更加变本加厲了。南方海盜猖獗，商船頻繁被劫。廣東水師戰船大小數百號，但是防務大多流於表面。到了道光年間，旅順水師營原有營房1200間，經內閣奏請拆除800，只留400。從這個側面呢，也能反映出水師營已經日漸沒落，同時也能反映出当时的政府海防觀念是極其淡薄的。可是與此同時，世界的局勢卻和中國正好相反，新航路開闢，殖民擴張，各國通過海上的較量爭奪世界霸權。再往後呢，大家都是比較熟知的，以英國為首的一些國家，在本國進行工業革命以後，將成果應用到軍事領域，研究新式武器，更新海防設施，并且率領一支近代化的海軍艦隊向古老的中國水師發起挑戰。您注意，這時候的清朝是只有水師，沒有近代化的海軍，
沿海地區呢，的確有一些部隊，而且水師呢是有內河外海区別的，但是最多只能圍着出海口幹點事兒，抓個海盜、查個走私什麼的。真要是出海作戰是不行的。19世紀60、70年代，边疆、海疆都面臨危機。日本呢，通过明治维新进行改革，成為亞洲首個工業化國家，漸漸的脫亞入歐，躋身於強國行列。大清這邊呢，在經歷了幾場戰爭洗禮之後，海軍、海戰、艦船武器終於開始向着近代化發展，北洋水師逐漸發展成北洋艦隊。隨着艦船的噸位增大，比如從德國訂購的鐵甲艦定遠、鎮遠，滿載排水量超過7300噸。這時候呢，是迫切需要相互匹配的船塢軍港。可是當時呢，只有福州、上海、廣州這3個地方有船塢。福州船塢最多能修理150匹馬力的，再大就無能為力了。上海船塢呢，主要是修理江南制造局產的木殼船，鐵甲艦根本玩不轉。廣州船塢和這倆地兒呢情況差不多。福州、上海、廣州這3個船塢都在南洋地區，北洋是一個船塢也沒有。為了滿足北洋艦隊日常需要，李鴻章向朝廷奏請並獲得批准，在天津設立大沽船塢。1880年正月開工，10月建成。大沽船塢啊，今天在天津還有遺址。從其地形來看呢，是存在一定天然缺陷的。什麼缺陷呢？它的位置不夠險要，地勢平坦，難以御敵。除此以外呢，大沽船塢修理操江、鎮北一些噸位稍小的毫無問題，但是船塢本身面積較小，深度較淺，所以仍然不足以修理和停泊巡洋艦、鐵甲艦之類的大型戰艦。鐵甲艦呢，是當時的一大發展趨勢。清政府要發展海軍，就必須另闢新地，開發能夠修理鐵甲艦的海軍基地。問題是清晰明了，可是意見很不統一，到底應該選在什麼地方，就成了大清海防急需解決的難題。北洋水師主要負責的是直隶奉天和山東3省的海域，在3省之間呢，渤海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在渤海兩岸呢，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同為經濟門戶，扼守跨海要道。從這片區域選擇一個地兒建成海軍基地，從長遠來看意義十分重大。但是具體在什麼地方建設軍港，不同官員有着不同主張。山東巡撫丁寶桢認為山東省啊有3個地方適合設防，分別是煙台、威海衛和登郡。尤其是威海，內有3面環山，一面臨海，外有劉公島可以作為屏障。經營威海衛也是很多英國人以及清廷洋派人士的選擇。威海呢也不是一點缺點沒有，這塊地兒看上去面積很大，但是有效的水域面積比較有限，大部分只有3、4米深，只有威海灣北口附近的一道海溝能夠容納大型軍艦駐泊。於是呢，很多人反對在威海衛建港。第二個呼聲比較高的是胶州灣。李鴻章呢曾經派朗威里考察過胶州灣，得到的答覆是這個地兒實為海軍之地利，南北洋水師交匯之處。朗威里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物，英國皇家海軍軍官，2度來華擔任要職。我们看這張照片，這是當年在致遠艦上留下的正背影像。居中留着絡腮鬍子的就是當時北洋水師總察朗威里。朗威里左邊的就是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外籍雇員啊，在北洋海軍是個比較特殊的存在，以後有機會呢可以展開聊聊。下面咱們接着聊軍港選址。說膠州灣相比之下要更加合適。當時有位叫徐景成的大臣極力主張在膠州灣營建海軍基地。
這位徐景成呢，浙江嘉興人，這是清政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波人，也是一位悲剧人物。後来因为反对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被慈禧论罪处斩。徐景成認為啊，應該經營膠州灣，並且給出了7點理由。這第一呢，是西方國家通過測繪發現膠州灣適合屯兵、泊船、設港。第二呢，從明朝開始，這裡就有良好的軍事基礎。第三，地勢險要，群山環抱，口門狹窄，有的地方啊，寬度只有3-4公里，口門內又有小島可以作為屏障，天然門戶，易守難攻。第四，口內跨度數十里，水域寬闊而且足夠深，可以容納眾多軍艦。第五，膠州灣處於南北洋交匯之處，內連運河，漕運可以直達。第六呢，只要疏浚淺灘就可以和直立的海面相互策應。第七，中國沿海地區從浙江溫州往北到清崎濱海，各個海域的口門都比較淺小，只有膠州灣地勢險要，位置重要。如果經營妥當，不出10年就可以形成一定規模，封鎖港口，阻斷敵人進出。徐景成的想法很好，李鴻章呢也承認膠州灣重要，但是不認可徐景成的建議。除了地形位置等方面的綜合考量以外，有一個關鍵原因，就是當時清政府的財政已經捉襟見肘，修膠州灣太費錢了。除了威海衛、膠州灣，出使德國的大臣李鳳苞提議在煙台大連灣開設軍港，這倆地兒最後一樣被否決。煙台呢，是因為形勢孤單，有山無險，有勢無成。大連灣雖然藏風得勢，但是口門太寬，不利於防守。選來選去，最後就選到了旅順。旅順作為軍港，有着絕佳的天然優勢。東南方向的黃金山和西面的老虎尾半島，從左右兩邊環抱旅順，形勢險峻。兩岸有群山環抱，山勢異常陡峭，不容易攀登。港口是西邊長，東邊短，兩端相距不過300公尺。一條狹長的水道和大海相通。奉天通志記載，非有口門，無由得入，口門窄小，不能容多數海艦同時並進。想要進港，只能一艘一艘的走。海闊水深，不動不淤，形勢艱險，易守難攻。在軍事上，旅順已經足具建港的天然優勢。經過一番勘測和比較，李鴻章奏請獲批，旅順建港終於被提上日程。旅順海軍基地的興建啊，從1880年到1890年，前後10年，分為2個階段。第一期工程是最難的，主體部分由中國人自己施工規劃，聘用了小部分英國和德國的外籍專家負責監督。1881年啊，李鴻章調來袁寶靈擔任旅順港務工程總辦。這位人物呢，之前聊過，這是咸同年間钦差大臣、漕運總督袁甲三的兒子袁世凱的堂叔。袁寶靈啊，並非是土木工程出身，但是熟悉軍中事務，而且善於用人。在袁寶靈的主持之下呀，主要完成了這麼幾個大型項目：一個是基建，河港碼頭、海口港灣疏浚、建造船塢；再一個就是軍事炮台工程。咱們重點來說說這部分。旅順海軍基地的軍事炮台工程分成3個部分：水雷營、魚雷營、炮台。水雷和旱雷都是海防所必須，起落安放都需要專業人士。袁寶靈呢，奏請朝廷從天津借調專業人士到旅順教習。1884年正式成立旅順水雷營。到1890年，旅順水雷制造廠啊，已經能夠生產用於艦艇的各種輻射水雷。那麼旅順魚雷營是1883年設立，主要負責的是北洋海軍的魚雷制造、存儲和供给。海防要塞啊，岸上的炮台是其關鍵。旅順東側作為制高點的黃金山，向內可以控制整個軍港，向外可以防控出海口一帶海域。所以早在1880年，德國軍事顧問漢納根便受命营建黃金山炮台。漢納根出身德國貴族，陸軍上尉，退役以後來到中國。他的岳父叫德粹林，
德粹廉当時在天津海關稅務司任職，并且是李鴻章的親信。這個人可以說是當時在天津最有影響力的德國人。漢納根呢，因為這層關係，同樣深受李鴻章信任，進入其幕府擔任軍事顧問，參與設計和建造了旅順口、大連灣、威海衛的炮台。我們這一期啊，實際上是在講甲午戰爭前後2個時間段的旅順。在已經講過的一些戰役中啊，漢納根其實有過不同程度的參與。豐島海戰發生的時候，漢納根正坐在英國商船高升號，準備前往朝鮮查看形勢。這個高升號呢，被日軍擊沉，漢納根浮水，僥幸活了下來。隨後他就被李鴻章正式招入北洋海軍。甲午海戰爆發的當天，漢納根和提督丁汝昌在旗艦定遠號一起指揮作戰。戰後呢，還獲得了清廷頒發的第2等第1品御賜雙龍寶星、雙眼花翎提督衔。这人後來還主持訓練新式陸軍，就是後來袁世凱接手的那支部隊。漢納根在1880年11月受命營建旅順黃金山炮台，他先是組織工匠修了一條2500米的盤山道，然後用爆破的方式把山頂炸平，整個工程歷時2年5個月，1883年3月正式完工。主炮台上安裝了克虏伯240毫米要塞鋼炮2門，克虏伯120毫米鋼炮5門，另外配有輪架式前膛銅炮12門。在這之後，又經過3年的擴建，黃金山炮台呢就成了旅順口最大的一座海防炮台。這時候袁寶靈已經接手旅順的防務建設，袁寶靈、漢納根等人相互配合，到1885年，旅順已經建成海岸炮台8座，分別是東岸的黃金山炮台、摸竹礁炮台、勞綠嘴炮台，以及西岸的威遠炮台、蠻子營炮台、饅頭山炮台、城頭山炮台和老虎尾炮台。從地理位置上看，旅順半島突入海中，正好處於遼東半島的最南端。於軍事而言呢，有好有壞。好的咱就不多說了，壞的是旅順後路腹地太小，非常容易被敵人切斷後路。為了加強防範呢，袁寶靈等人也採取了一定措施，在軍港後方又建設了大坡山、小坡山、機關山、二龍山、松樹山、望台北炮台。炮台之間有的還沿着丘陵築起長牆，連接成炮台群，封鎖荊州到旅順的交通要道。為了進一步防禦呢，袁寶靈還在大連灣修築了和尚島和徐家山等6座炮台。前面這些基本上就是旅順建港的1期工程。作為軍港要滿足水師駐泊，就必然離不開船塢的興建。旅順第2期工程主要就是建設船塢，這項工程建設是十分艱難的，以中國當時的技術水平已經無法承攬，再加上袁宝靈呢已經病倒，李鴻章奏請朝廷，最後把工程承包給了法國一家建築公司。船塢修建的同時，李鴻章從海防和陸防2個角度出發，按照海岸和陸路2條防線，進一步構築炮台，保衛海口。即使到了現在，有一些工程仍然是叹為觀止的。旅順港入口處的一連串海岸炮台以黃金山、勞綠嘴、饅頭山這3處工程最為堅固，規模宏大，設計優良，安裝的大都是利於遠射攻擊海上軍艦的重大口徑要塞炮，這是整個旅順炮台群的精華所在。陸防炮台的質量和規模比海岸炮台要略遜一籌，裝備的主要是行營炮、機關炮這一類利於攻擊敵人的中小口徑火炮。其中最為關鍵、設計構築最為周密堅固的是位於西側椅子山高地以及周圍的椅子山、案子山、望台山3座炮台。尤其是椅子山炮台居高临下，向南可以保衛海口，向北可以拱衛陆路。1888年，清政府頒布海軍章程，北洋海軍正式建立了。1890年，旅順船塢工程竣工，旅順海防要塞已經成為比較完備的近代化軍港。
配合炮台攻勢，早期駐防旅順的陸軍啊，主要是四川提督宋慶所部的义軍，以及总兵張光潛、黄世林所部的亲庆軍6個營。宋慶呢，負責後路防務，專守各路的陆路炮台。張光潛和黄世林分別驻紮在旅順口的西岸和東岸，專守海岸炮台。甲午戰爭爆發以後啊，宋慶的義軍被緊急調往鴨綠江防線守衛國境。林源镇總兵姜桂提臨時招募了3營辦桂字軍，晋明提督程允和臨時招了3營辦河字軍，共同開赴旅順填放炮台。自打日軍在花園口登陸以後，旅順的形勢就跟着緊張了起來。為了把守這座海九要塞啊，清軍開始匆忙增兵。張光潛、黃世林新募1營兵力，親慶軍擴充到8營4100人。程允和姜桂提2部也在當地增編到8營4000人。同一時間呢，李鴻章命令晋明提督魏汝成從天津等地新募5營兵力，再加上1支馬隊，合計大約3000多人，從大沽坐船趕赴旅順增援。荊州失陷以後，原本駐守荊州大連灣的清軍也陸續撤回旅順。這部分主要有徐邦道的拱衛軍殘部1400人，趙懷業淮子軍和明軍老營殘部大概有2200人。旅順船務總辦龚兆瑜手下大概還有500人，把這些兵力合在一起，旅順守軍的總兵力保守估計有15200人左右。听起來不算薄弱，但是旅順啊，幾乎所有山頭都有炮台，操作火炮和守衛炮台至少要動用6000多人，剩下的機動兵力實際上只有8000人。這8000人真要守一個地方，興許也能頂一陣子。關鍵是全部分散開來，並且幾乎全部是缺乏訓練的新兵，有一部分呢還是剛從荊州潰逃過來、缺少武器的敗兵。面對步步逼近的日軍，旅順方面的戰鬥力也就可想而知。旅順是地處海角絕地，和外界的交通啊本来就不方便。從打日軍登陸了花園口開始，路上的補給線就被切斷了。海上補給線呢，因為有日本聯合艦隊，所以一樣岌岌可危。最初旅順的存糧啊，還能支撐半個月。魏汝成、徐邦道、趙懷業這幾支部隊陸續到達以後，軍糧最多只能支撐10天。人是鐵，飯是鋼，為了爭奪軍糧呢，各軍的士兵甚至互毆、拳腳相向。這些還不是最要命的，指揮系統混亂是最致命的一環。陸續到達的清軍啊，分屬於義軍、親慶軍、桂字軍、河字軍、程字軍、淮子軍、拱衛軍，多達7個系統，卻沒有任何人可以統帥全局。船務總辦龚兆瑜勉強可以居中調和，但這是個文官，沒有軍事經驗，而且級別較低，難以駕馭由晉明提督總兵所率領的各路人馬。為了解決旅順的燃眉之急，龚兆瑜前往煙台和天津求援。他這一走，軍心就更亂了。旅順居民大量外逃，有少部分官員和船務工人也紛紛離散。旅順就在這種兵力分散、補給短缺、指揮混亂的交錯陰影中，等待着那場難以避免的水陸夾攻。總兵張光潛給盛宣懷發去電報，原文如下：說數日之間，難免水陸夾攻一場惡戰。西岸有口門至雙島套等處，相距幾百里之遙，口岔太多，僅地與程平兄數營分別扼守，地廣兵單，萬分焦灼，軍米大家分食，不過僅敷月底，萬一有缺，奈何奈何。敬請我公速求中堂籌兵籌饷，斥兵輪護送道旅，以資戰守，以安人心。千懇萬懇，盼甚感甚。旅順的北邊啊，有個地兒叫土城子，這是一處高地，而且正好卡在咽喉要道上，距離旅順只有10公里，堪稱旅順外圍最後一道關卡。1894年11月18日，為了守護旅順後路，姜桂提、程允和撥出一部分兵力，連同趙懷業、徐邦道、魏汝成一同前出在土城子一帶設防。日本人也在這一天正式向旅順推進。這是日本第2軍主要將領的合影。在當年，他們登陸遼東啊，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佔領旅順，消滅北洋艦隊。
日本人在開戰之前就考慮到，一旦攻打旅順，就不得不面對堅固且幾乎遍布每個山頭的炮台攻勢。他們設計製造了一種威力巨大的大口徑攻城炮。在攻占了金州大連灣以後，這批攻城炮被運抵辽東半島，主要目的就是克制旅順要塞的炮火。這種武器呢，武力驚人，和海戰炮彈填充烈性炸藥一樣。可以看出，日軍啊，為了發動戰爭已經準備得十分周密。對清軍的狀況談不上了如指掌，但是最起碼知道要害所在，並且早就想好了克制方法。說這天上午呢，日軍派出200多人的先头部隊來到土城子附近探听虛實，迎面正好和剛剛趕到土城子布防的清軍各部人馬發生遭遇戰。清軍佔據着高地，馬上從行軍隊形轉為作戰隊形，給日軍來了個迎頭痛擊。日軍在人數上處於劣勢，子彈像暴雨一般襲來，他們呢被迫逐步後退，但是始終沒有潰散。打到中午，日軍的一個步兵中隊聞訊趕到增援，中國方面呢兵力也在增加，參加戰鬥的大概有3000多人，並且出動騎兵反復衝擊日軍。由於擔心被包圍，日軍呢繼續後撤。又過了一會兒，日軍有一個步兵大隊也到達戰場加入戰鬥。清軍在山頭架起行營炮，面對急促而猛烈的炮火，日軍再次難以支撐，開始退卻。直到下午，日軍的炮兵趕到以後，清軍才逐步停止攻擊。這場戰鬥呢，在當天下午4點結束。全場算下來啊，日軍陣亡12人，其中還包括因為傷重自殺的。最先趕到搞偵察那200人，只有1人陣亡，剩下的都是後續趕到增援的。除去陣亡這部分，另有傷者32人。對於清軍而言啊，土城的之戰稱得上一場勝仗，但這只是一場前哨遭遇戰，對整場戰局幾乎沒有影響。更加耐人尋味的是呢，在兵力、火力、地形上全都占有優勢的清軍，圍追200日軍偵察兵，鏖戰6小時，幾乎沒占到什麼便宜，戰果是微乎其微。面對強敵啊，他們的確表現出了勇氣和頑強。同時也不難看出，以新兵為主的旅順守軍在實戰中的戰鬥力和日軍存在明顯差距。或許是意識到了這種差距，在短時間內是很難消磨的。在親眼見到日本人的打法和火力以後，一时勝利並沒能換來歡欣鼓舞，相反的，物資匱乏讓士氣難以穩定。沒有鍋灶做飯，沒有帳篷安歇，士兵們寧願回到旅順，也不願留守險地。於是呢，他們全部退回旅順、土城子以及整個通往旅順的後路，就這樣向日軍敞開了缺口。1894年11月20日清晨6點40分，海風還帶着夜色，旅順外圍的日軍忽然炮火齊鳴，中日旅順之戰正式打響。日軍採取的是集中火力各個擊破的打法，投入總兵力超過2萬人。首當其衝的就是旅順陸路最外圍的椅子山炮台。守衛椅子山的程允和部河字軍立即向日軍炮火方向還擊，臨近的江桂堤防守的松樹山也開炮支援。一時間炮聲轟鳴，火光交錯。從日方檔案啊，能夠看到一個關鍵差別，就是中國守軍雖然努力發炮，但大多是实心彈，對日軍幾乎沒有造成傷害。而日軍所使用的呢，大多是開花榴彈，尤其是重型工程炮，爆炸威力巨大，殺傷效果驚人。椅子山炮台很快被壓制，日軍步兵在炮火掩護下衝上山頭，雙方很快短兵相接，戰局逐漸演變成殘酷的白刃肉搏。說這椅子山上啊，大概幾百名中國士兵，有的用步槍射擊，有的揮舞大砍刀拼殺，有的是搬起石塊向登牆的敵人砸去。從後來日方傷亡統計來看啊，這場戰鬥可以說異常激烈。有個叫藤村平三的少尉，前胸被子彈貫穿，當場毙命，身旁幾個衝鋒的日本兵也被擊斃。有個叫中野能介的中隊長，揮動指揮刀，手指被打斷。
還有一個叫松浦敬的中尉，衝到炮台工事外牆附近的時候，左臂中彈，骨頭碎裂。亂戰之中啊，有日本兵登上外牆，高喊天皇萬歲，日軍就一窩蜂似的翻過圍牆，衝進炮台以後，他們遭遇了戰爭爆發以來從沒遇到過的一幕場景。許許多多沒經過訓練的、對槍炮基本操作都不會的中國士兵，赤手空拳和日軍展開近身搏鬥。這一點啊，說明了2件事。一方面呢，新兵的訓練與裝備不足，確實限制了火力發揮。另一方面呢，許多士兵並不缺乏勇氣，真正的問題在於制度的落後與腐敗。長期以來無法確保有效的訓練和統一的指揮，環環相扣，環環疏漏，誤判敵人，高估自己，這才是甲午陸戰被日本人打得節節敗退的根本原因。攻陷椅子山炮台以後，日軍繼續集中兵力逐個突破，臨近的松樹山、二龍山、雞冠山很快被陸續攻占。到11月21日中午，2天不到的時間，旅順外圍所有炮台全部失守。隨後日軍攻入旅順市街，雙方進入混戰狀態。根據第2軍司令官大山岩戰前部署的作戰計劃，日軍在占領後路炮台以後，只留下少數兵力戒備，他们的主力部隊啊，開始集中向城內猛攻。第1師團全力進攻旅順市街，混成第12旅團往市街東北推進。為了消除那些海岸炮台的威脅，第1師團長山地元志下令，以規模最大的黃金山炮台為首要目標，由步兵第2聯隊進攻海岸炮台。這時候的旅順城區已經是一片混亂，清軍將領魏汝成、趙懷業發令整隊，但是軍心渙散，根本沒幾個人響應。魏趙2將呢，只能是喬裝打扮成平民，混在人群中尋找小船逃生了。東海岸炮台守將黃世林在勞力嘴投海自盡，幸虧有部下奮力救起。隨後呢，他們也找船奔向了煙台。旅順東岸的各個炮台啊，多數火炮是沒法轉向陸地的，再加上失去統一的指揮，稍作抵抗以後，當天下午1點就相繼淪陷了。東海岸的順利程度出乎了日本人的預料，佔領海岸炮台的先頭部隊甚至都沒有帶着國旗。於是呢，他們就用中國士兵的鮮血在白布上塗抹描畫，一面用人血染成的太陽旗，就這樣迎着海風被升了起來。攻進市街之後，日軍以中國軍人混進民間為由，聲稱中國百姓家裡都藏着武器，隨後在旅順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他們四處縱火，挨家挨戶搜刮，見人就殺。從21日午後到24日，日軍共計屠殺中國軍民2萬多人。這座被稱作東方直布羅陀的海防要塞城市，很快就成了一座沉痛的死城。旅順失守的當天夜裡啊，清軍另外幾名將領姜桂提、程運和徐邦道以及西海岸炮台守將張光潛連夜率領殘部突圍，向着金州方向尋覓宋慶部義軍。根據清廷官方統計，這部分合計有6000人上下。至此呢，旅順城內已經沒有成建制的中國軍隊，在不到1天的時間，號稱堅不可摧的旅順要塞完全淪入敵手，炮台、軍械、物資以及港內沒能撤離的小型艦艇，全都成了日軍的戰利品。以下內容啊，過於血腥殘忍，可能引起不適，無意宣揚仇恨，只為真實講述這段歷史。如有介意，您可以立刻關閉視頻。1894年的甲午戰爭啊，日軍在攻占了旅順以後，從10月21日到24日，連續殺戮4天，包括手無寸鐵的平民在內，共計殘害2萬多人，制造了震驚世界的旅順大屠殺慘案。這個事兒啊，被日本政府刻意遮掩，清朝政府也說的是含含糊糊。之所以後來在世界範圍內被曝光出來，要感謝2個人，一個是美國《世界報》的記者克里爾曼，另一個是《泰晤士報》記者柯文。當時在旅順的西方人士主要有3類人，一是軍事人員，
2是隨軍記者，3是其他人員，比如美國货轮哥伦布號的船員艾倫。以下的內容啊，主要根据船员艾倫的回憶錄、《世紀報》克里爾曼的報道、一些當年目擊者的口述證詞，以及眾多日本參戰者的記錄。咱們重點探討一下這麼幾個問題。第一呢，旅順大屠殺的具體細節。第二，屠殺人數的爭議。第三，誰是元兇和最高責任者。首先我們來說說船員詹姆斯·艾倫和他的回憶錄《在龙旗下》。這位艾倫啊，原本是英國一位富商的兒子，因為挥霍无度破產，无奈只能是出海打拼。他呢，是跟隨美国貨輪哥伦布號來到中國，為正在和日軍作戰的清軍運送軍火。旅順大屠殺期間，艾倫被困在旅順，僥幸逃脫之後，将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一本回憶錄，書名叫做《在龍旗下：中日戰爭目擊記》。根據艾倫的記載，日軍進入旅順市街的時候啊，他的四周都是倉皇奔跑的難民。這時候呢，他看到有日本兵在追趕人群，他們用步槍和刺刀殺人，像惡魔一樣。日軍很快遍布全城，不管男女老幼，見人就殺，幾乎每條街道都必須踩着屍體才能走過去。地面上呢，被血水滲透，遍地都是可怕的肢體殘缺的屍體。有些比較窄的胡同完全被屍體堵塞。他說的這一點啊，和很多日本參戰者的技術基本保持一致。比如日本戰地攝影師龜井滋明，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說路上屍骨堆積如山，血流成河。日本第2軍國際法顧問有賀長雄也明確記載，說天後宮道路兩側民屋連列，戶內戶外盡是屍體，路上也是屍體橫陳，非踏越屍體實難通過。相互比照，可以看出艾倫回憶錄的描述是完全真實的。再有啊，比較典型的就是記錄日軍將中国平民反綁成一串然後殺害的情景。說在某個地方，他看到有一些人啊被綁在一起，日軍朝他們開槍，不管男人、婦女還是兒童，沒有一個能夠幸免。這一點有賀長雄的《日清戰役國際法論》中也有相同記載。有中國的目擊者在後來的調查中則講得更加具體，說日本兵用繩子把中國人背手綁着，10幾個人連成一串，拉到水泡子邊上用刀砍。還有啊，就是这個艾倫說在船塢後面有一個潛水湖，日本人把大批難民趕到水裡，從四面八方開槍射擊，有跑出來的就用刺刀趕回去。湖面漂浮着屍體，湖水被鮮血染紅。難民中有很多婦女，有一個呢還抱着小孩，這位母親呢拼命掙扎，向日軍舉起小孩子，似乎是向他們哀求。到了湖邊的時候，一個日本兵用刺刀把他給捅穿了。他倒下去以後，日本兵又刺了一刀，把那個大約2周岁的孩子刺穿，並且挑到空中。說有個房子呀，過去可能是銀行或者是錢莊，打開門去看，那個地板上布滿了男女老幼的屍體，這是一批不知道從哪兒來的難民，怎麼也沒想到到了這兒遭了无妄之災。頭顱被砍下，掛在櫃台上面，幾個月大的嬰兒被釘在牆上。旅順是家家戶戶都敞着門，屍骸滿地，慘不忍睹。日軍在旅順到底屠殺了多少人？主要有2000和2萬這麼2種說法。2000的說法主要來自日本。根據中方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對旅順及周邊地區的調查，其中十分有力的一個證據是人們找到了當年參與抬屍的一戶村民。抬屍隊曾經有明確統計，說除了有家人領走自行安葬的1000多具屍體以外，抬屍隊共計焚燒屍體實有18300餘，所有骨灰混在一起，盛入3口柳木棺材，从葬於白玉山東路。這2項加一塊有近2萬人。這個數字呢，也只是一個不完全的統計。比如在旅順淪陷的當天，有大量的兵民沿着西海岸北逃，半路遭遇了日軍的截擊，事後收集屍體有1200具，全部被運到金州城外焚燒從葬。
戰亂之中啊，這個殉難者的數字實際上很難統計得十分準確。所以1948年，旅順重修萬鐘墓碑文，說我同胞之死難者凡2萬餘人，這應該是最接近歷史事實的數字。講到這裡呢，旅順屠殺事件的性質也就十分清楚了。這不是簡單的違反國際公法、戰爭法規的犯罪，而是日本第二軍自上而下有組織進行的大規模屠殺暴行。日方有一些記載啊，明確指出說日本第一師團長山地元治中將下達了屠殺令，第一師團所有軍官由此命令士兵見到敵兵一個不留。日方的記載還證明說，第一旅團長乃木希典少將和第二旅團長细川二郎少將都是屠殺令的积極執行者。在山地元治的上面，日本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岩大将對於所屬的部队犯下如此嚴重的戰爭罪行，是不是毫不知情，可以置身事外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说大山岩对屠殺並不知情，無論從作戰紀律還是從情理角度，都是絕對不可能的。11月21日午後，日軍在旅順的屠殺已經開始。大山岩在閱兵場主持祝捷會，一邊命令軍隊奏樂，一邊聽着外面屠戮平民的槍聲。按照美國记者克里爾曼的說法，就是他此時正在和一部分将校軍官在奏樂聲和槍彈聲的錯雜中频頻舉杯，並且微笑地踱着方步。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就在屠殺期間，大山岩專门派法律顧問有贺长雄去做西方新聞记者的工作，說服他們不要把日軍的屠殺報道出來。所以已經足以判定司令官大山岩就是旅順大屠殺的元凶和最高責任者。事件发生以後啊，日本政府一方面封鎖消息，一方面用金錢收買西方記者和媒体，或者壓下有關旅順屠殺的報道電稿，或者出面為日本軍隊辯護。但是很快他們發現根本壓不住，於是呢，不得不親自公開進行辯解。當年12月，有關旅順大屠殺的報道在美國造成了極大的轟動效應。2天以後，日本驻美公使報告給外交大臣陆奧宗光。陸奧接電以後感到十分憂慮。美國駐日公使譚恩很快拜訪陸奧，談到旅順屠殺事件，暗示陸奧趕快想辦法挽回局面，否則將會嚴重損害日本名譽。陸奧宗光難以獨自做出決斷，馬上致電首相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呢，同樣感到難辦，反復斟酌之後，最後決定以不变應萬变，說白了就是4個字：死不認賬。日本當局為此精心炮製辯解聲明，謊話連篇。對於日軍殺害俘虜的問題，在公開場合他們矢口否認，聲稱所殺的全部都是偽裝成平民的清兵。但是日本參加這場戰爭的人們，在一些私人日記和談話中留下了很多明證。比如那個隨軍記者龜井滋明，在他的日記中就這樣寫道，說11月21日乃木部在旅順後路30里鋪附近和北撤的清軍相遇，經過一番激戰，他們俘虜了幾匹白色戰馬，俘虜清兵300人。在1天之內，這300俘虜大部分被槍殺，剩下的把辮子吊在柿子樹上，有4個咬斷髮辮藏進一片高粱地。第2天早晨發現這4人都已經吻盡而死。其他的清兵俘虜也準備自刎，有日本軍夫爭着每人要了1名俘虜，借來軍刀，全都殺死了他們。11月23日，日軍在搜刮過程中抓到30多名清軍逃兵，全部砍下頭顱，暴屍路旁。作為戰爭親歷者，龜井滋明的這份記錄足以戳穿日方不殺俘虜的謊言。至於屠殺平民的問題，可能考慮到難以完全否認。他們說當時兵民混雜，難以區分，用誤殺混淆視聽。實際上這一點同樣有許多記錄可以追溯。有賀長雄在當時寫了一篇文章，提到說東街、西街、中街3條街道全都堆滿了屍體。隨軍記者龜井滋明記錄說，旅順市街向南有3條新街，牆倒屋塌，甚是荒涼，路上屍骨堆積如山，血流成河，
兩側民戶外邊啊，散亂着破爛、瓦片、紙屑、中國鞋，屋內也有浮屍，鮮血淋漓，無處插腳，慘不忍睹。日本第2聯隊步兵洼田忠藏說，看到中國兵就殺，看到旅順室內的人一個不留，所以道路上堆滿了死屍，行走極不方便。住在家裡的人也不能免，一般人家都有3到5、6人被殺，流出的血令人作嘔。日軍第1聯隊輜重兵小野六藏說，我們第1分隊得到允許外出到旅順市街散步，看到每家每戶都有死屍，多則10多名，少則2、3名，有白髮老頭和嬰兒同被打死的，還有白髮老婆和媳婦兒手牽手沉屍在地的，其慘象不可名狀。時至今日旅順大屠殺已經過去了100多年，落後就要挨打的真理始終在警醒世人，古今中西概莫能外。好了，今天的話題到此為止，感謝您收看收听，這裡是烽火趙東南甲午戰爭系列節目的第7集。如果喜歡，歡迎點讚訂閱。本期節目到此結束，我們下一期不見不散。